温州，古之欧地，作为其4大主城区之一的瓯海，因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“瓯居海中”之记载而得名。就是在这山水秀丽、人文丰厚的沃土上，龙舟文化得以温润滋养，源远流长。瓯海龙舟竞渡传统由来已久，底蕴深厚。清朝郭中岳在《东欧白咏》里这样描绘道：“龙舟竞渡闹端阳，五色旌旗水上扬。争看秋千天外荡，烧婆笑雪女儿装。”也有行内人士说，浙江龙舟看温州，温州龙舟在瓯海。泛中驶入瓯海的塘河，河流纵横，水网交织，河水漾波，波光粼粼。独有的水利自然优势，为瓯海龙舟文化兴盛提供先决条件。河岸上垂柳烟烟，鸟语渔唱，岸边百姓枕水而居，诗意栖息。一幅鱼米之乡的动人画面便映入眼帘。安其居，乐其俗，一代又一代的瓯海人传承龙舟文化过程中，别具特色地将民间风俗文化融入传统龙舟活动。例如，龙船首尾两侧写有“国泰民安”“风调雨顺”等之吉祥寓意字，以此祈愿政通人和。农历4月，擂鼓开店门后，民主选举出头家，头家商议好相关事宜后，便打造龙舟。造龙舟前，要选好吉日，举办仪式，备3声符礼，以保太平。礼成后，师傅开动，手工打造。瓯海龙舟较大，以17档最为常见。龙舟要择好吉日时辰进河，下水后要燃放鞭炮及焰火，请太平爷以及商官神上船。船在各自村的庙殿及主要河道告神划3趟，然后划至朝圣点，由参龙师告神及说祝福词。龙舟经过的水域，沿途有殿、庙、宫、寺、桥、树，都要一一参词，致贺词，祈保平安。杨雷一匹龙宫去哟，大本人谁真是气哟，大本修路唱对呀。瓯海参龙是说唱吟赋的曲艺表现形式，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，一阙之词为绝句，通俗易懂。参龙的种类有进河、敬神、收香、参红等诸种。参红是参龙中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参红时，临水摆祭台，焚香点烛，摆上3声参符礼，贡品、果品，水竹竿上几匹红布，挂满诸多器称，或纸上题字献图、5月、招财进宝、太平盛世等。参龙师站在龙舟上，龙舟划至灵台前停歇，参龙师便一一吟唱。锣鼓是龙舟的大脑，梢手掌控的龙舟的前进，鼓手执掌船的行动，梢直撑船的方向，两者是主要指挥者。打锣是配合打鼓的，也起到明令作用。若鼓未开打，则由锣指挥协调船的行动，催缆有警鸣、鼓劲作用。在斗龙过程，催缆者不停地敲击、摇晃、吹哨或张口大声呼喊，来激励全队士气斗志。斗龙结束，龙舟归去，游人散去，叫散河。要请商官神上岸安慰，再将龙舟抬上岸，
翻过身倒置安放。一年龙舟活动结束，要收商，由参龙人说辞，请回太保爷，各位商官神归殿安慰，以免流落在外，以致扰乱地方太平。龙舟台上岸放置好，龙头口内要塞进稻草或柴草、席草等物，意为以防龙吃人，图吉利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观赏用的龙舟——水上台阁，在2012年被列为温州市非物质遗产名录。台阁通体彩漆，金碧辉煌，船身上搭有3个楼阁式亭台，台阁上置有装扮人物和管弦乐队，楼台周围都饰彩鹅，上绣吉庆图案。每临端午佳节，装饰簇新的台阁缓缓游行于河面，华丽的台阁倒影水中，流光溢彩。东海一隅的富丽从这座流动的台阁上氤氲开来。百舸争流，敢为人先。龙舟所带来的拼搏精神，激励着每一位瓯海人。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近年来，瓯海文史学者、民间文艺工作者不断发掘、整理、深入龙舟文化，成立各类研究会，旨在挖掘和研究龙舟文化。政府也先后建设龙舟基地、龙舟主题公园、龙舟博物馆、龙舟小镇。随着竞技龙舟的不断发展，温州大学将成立龙舟学院，各大高校也组建龙舟队，在各大中小学也开展龙舟进校园活动，让学生亲身体会同舟共济、拼搏向前的龙舟精神。瓯海各大龙舟队相继在全国、省市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。2022年，在瓯海龙舟运动基地也将作为亚运会赛场承办龙舟赛事，这势必也将会对瓯海龙舟文化建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。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使命，长保中国梦的坚毅胸怀，全体瓯海人将以更开放精进的姿态，努力让承载健康时尚、有正能量文化内涵的龙舟精神融入现代，经久不衰。